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家里的东西从数量上看，并没有多到让人崩溃的程度，但只要你身处那个环境里，就是会觉得空间很乱，很挤，好像永远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推着你，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完。桌子上可能只是多出了几封没拆的信件，几个随手放下的杯子，柜子里塞满了一些你觉得总有一天会用上的零碎物品。时间一久，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仅是你的物理空间变得拥挤，连你大脑里的思绪也跟着变得混乱起来。很多人在生活中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物品一旦开始在你的周围累积，它们所占据的绝对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几平米空间，它们真正在疯狂吞噬的是你极其有限且珍贵的注意力。每一样多余的东西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占据了一小块位置，像后台运行的进程一样，不断消耗着你的心理电量。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真的不是因为你懒，也不是因为你不够自律。人类大脑的注意力带宽本来就是极其有限的，每一件多余的物品都像一个悄悄打开的 APP， 在后台持续消耗着你的认知电池。但只要有一天，你下定决心，真的花上一点时间，把家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整理一次，把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清扫出去，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明显且令人震惊的变化。不仅是空间变干净了，你的思绪也会跟着瞬间清晰起来，整个人的心情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雨后的天空，慢慢变得安静且透明。那种卸下重担后轻松清爽的感觉，其实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那是一种对自我生活掌控感的回归。今天，我想和你深度聊聊如何通过重新审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来同时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与财务状况。当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些思考方式慢慢融入你的骨血，变成你下意识的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止你的生活空间开始变得越来越舒服，你甚至会发现自己的消费习惯、财务状态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真正需要去费心整理的，其实从来都不只是那个10几平米的房间，更深层次的还包括我们内心与物品与金钱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此刻你正看着这期内容，环顾四周，也感受到了那种被杂物和无序生活包裹的轻微窒息感，那么恭喜你，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在进入更深度的探讨之前，不妨先动动手指订阅这个频道并点个赞，这不仅是对内容的认可，更是你决定开始重塑生活秩序的一个小小仪式。我会在这期内容里为你拆解9个真正能帮你越空越快的断舍离法则，而且你放心，这些法则不是我随便抄来的概念，每一个背后都有行为经济学或者心理学的支撑，甚至还有一些你可能从来没听过的历史故事和真实案例。好，让我们先从整理这件事情本身的误区谈起。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人会把整理当成一项一次性的、充满仪式感的艰巨任务，这就好像是在期盼着某一天自己能够爆发出惊人的意志力，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把家里所有的角落全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这件事情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实际的生活运转规律，就会发现，整理其实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与时间做朋友的过程。如果你的内心里还在期待找到某种神奇的捷径，希望一个魔法就能让家里从此永远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坦白说，这样的方法在物理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热力学第2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自发地从有序走向无序，尤其是当你家里的常住人口比较多，每天的生活节奏又因为工作和社交变得比较忙碌的情况下，外部的物品不可避免会不断回流到你的空间里，让环境再次变乱，这几乎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自然现象。所以，比起去追求某一次耗尽体力、试图一次到位的大扫除，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更实际、更聪明的做法是替自己的生活创建一套可以低摩擦运行的、固定的整理系统。创建系统远比依赖意志力可靠得多。例如，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节奏，每个月安排一次时间不长，但覆盖全面的简单整理。或者你可以采用很多人在实践中觉得非常熟悉且好用的3项整理术。这个方法的做法其实非常直观，不需要你有什么高超的收纳技巧，你只需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慢慢看，把视线所及的物品重新在脑海里检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准备3个箱子，分别用来放决定保留的、准备捐赠的，还有可以转售或丢弃的东西。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任何复杂的逻辑，它能发挥奇效的重点其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能不能不带心理负担地长期持续地把它做下去。只要你慢慢把这种小动作养成习惯，你的生活空间自然而然就会维持在一个让人感觉比较舒服、透气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完全不需要去追求那种样板间一样永远完美的整洁，因为过度追求完美
本身就会给你本就疲惫的生活带来新的压力，从而让你产生放弃的念头。当整理不再是周末的一场噩梦，而是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生活习惯时，它就不再是一项令人感到疲惫不堪的大工程，而是像你每天洗脸刷牙一样，成为生活节奏里非常自然、毫不费力的一个环节。讲到这儿，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你知道18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吗？就是写《国富论》的那位。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他几乎不买任何多余的东西。他的书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灯和寥寥几本书。有人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添置更舒适的家具。斯密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任何不能帮助我思考的东西都是对我的打扰。你看，200多年前的人就已经意识到，多余的物品不是在丰富生活，而是在占用你的认知带宽。斯密之所以能写出影响世界的著作，恰恰是因为他先把物理空间倾到了极致，让大脑有足够的能量去处理复杂的思想。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断舍离从来不是现代人的矫情，而是那些真正想要做出成绩的人早就掌握的秘密。而且脑科学研究也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系统，当你没有专注于某件具体事情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开始胡思乱想，反复焦虑，反复回放过去的遗憾或担忧未来的事情。而视野中每一件杂乱、多余、未完成的物品都会成为这个预设模式网络的燃料。换句话说，不是你不自律，而是你的大脑正在诚实地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当房间变空，预设模式网络的过度活跃就会自然地降下来，你的内在噪音也随之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整理完之后，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安静。好，回到我们的9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叫做一次到位原则。很多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个居家环境到底会不会变乱，内核的差别往往就出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上。这个原则的做法其实没有任何门槛，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的手上拿起了某一样东西，就绝对不要顺手先把它暂放到别的地方。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当你想把地上的一本书或者一件衣服捡起来的时候，请你顺手就直接把它放回它原本应该在的位置，比如书架上或者衣柜里。千万不要想着我先丢到桌子上或椅子上，等会儿再收。这是一种极其隐蔽的思维惰性。既然你已经启动了，身体已经动手拿起了它，就请你一次性把这件事情做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你的问题不会只是被你从房间的一个角落挪到了另一个角落，你也不会给未来的自己留下那种稍后还要再刷新一次的麻烦和心理负担。时间久了，你的大脑就会慢慢形成一种高效的神经回路，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开始处理物品，就把事情做完整，形成闭环，而不是停留在那种差不多就好的敷衍状态。这个看起来甚至有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如果在漫长的时间维度里积累下来，会为你个人的生活空间带来超乎想象的巨大改变。它培养的是你做事的果断力。而接下来我要说的第2个法则，可能会直接颠覆你关于省钱的认知。很多人以为省钱就是少喝几杯奶茶，少打几次车，但真正的财务漏洞往往藏在你家里那些积灰的小东西上。第2个法则叫拿铁原则。不过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其实跟真正的咖啡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很多人在开始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谈到削减开销的时候，注意力常常会非常局限地放在那些日常的小额消耗性支出上，比如每天早上习惯买的一杯咖啡。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容易被我们忽略，并且在暗中疯狂吞噬我们财富的，往往是那些在家里慢慢累积的实体物品。你可以去看看你家架子上的一件件当时看起来并不贵，觉得买来玩玩也无妨的小东西，买回来之后却几乎没有真正使用过。或者是那些摆在角落里显得很突兀的廉价家具，以及你衣柜里那些因为打折冲动买下，但其实只穿过一次就再也没碰过的衣服。如果你单独去看每一样东西，它们的标价好像都不算昂贵，甚至让你觉得这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开销。但是当这些物品的数量随着时间慢慢增加时，你把它们加在一起，那种浪费的总额往往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有时候像一杯好喝的咖啡这样能够确确实实给你带来一天日常愉悦感的小开销，未必是你财务计划中最需要去苛刻削减的部分。真正需要你引起高度警觉的，其实是那些在你的空间里不断累积，占据了你的物理和心理空间，却几乎无法给你提供任何实际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物品。它们不仅消耗了你当初买下它们的钱，现在还在持续消耗着你房屋的租金或房贷空间。讲到这里，我想插入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真实商业案例。日本有一位叫山下英子的作家，他写了《断舍离》这本书，全球销量超过400万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山下英子本人在写出这本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窘迫的时期。
他当时住在东京一个很小的公寓里，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心理学和哲学的参考书，还有为了写作囤积的文具和资料。他发现自己每天花在找东西上的时间竟然超过2个小时。于是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他把自己房间里的物品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以下，只留下最核心的几本工具书和一支笔。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他在接下来3个月里写完了断舍离的初稿。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空间里的每一个多余物品都在无声地阻止你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清理不是丢东西，而是重新听见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第3个法则叫做最爱原则。当你身处自己的房间时，不妨先静下心来，问自己几个非常简单但直击灵魂的问题。现在你身上正穿着的这件外套，是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最喜欢的那一件？你衣柜里挂着的那件衬衫，是不是你每天早上最常想拿来穿？穿上最自信的那一件。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你身边常用的东西，你腿上的这条裤子，你手里正端着的咖啡杯，你每天用来记录生活的相机，甚至是你每天下班后都要瘫坐一会儿的客厅沙发，它们真的都让你感到100%的满意和愉悦吗？如果你在面对这些物品时，内心的答案其实并没有那么肯定，甚至觉得也就是凑合用，那你就真的可以重新思考，并为自己设定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了。除非某样东西真的能让你一眼看中，真的能成为你生活中的最爱，否则就绝对不要太轻易的把辛苦赚来的钱花下去。这时候很多人的大脑里会开始冒出一个疑问，如果都买最爱的，那我生活到底需要多少个最爱才能运转？其实这个答案极其简单，你根本不需要很多，只要有几样你真正喜欢且日常需要使用的，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可以拿衬衫来举个例子，因为这是日常穿着频率非常高的衣物，你确实需要有几件可以拿来轮替清洗。但这个最爱原则其实不仅仅是用来约束买衣服的，它是可以无限延伸到你生活中的各种物品上的。与其你去买很多件材质一般、版型将就、穿几次就变形的便宜衣服，不如耐心一点，把钱攒下来去认真挑选一件真正品质好、剪裁合体、可以长期使用并让你闪闪发光的物品。然后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一个很清楚的承诺，这件我最爱的外套，我不穿到它坏掉，就绝对不再轻易买新的。这个经过精挑细选的背包，我不背到它破损，就不去考虑更换。这个让我握着觉得很温润的杯子，只要它还能正常使用，我就一直把它留在我的桌子上。在表面上看起来，你去买那件高品质的最爱的东西，这样的选择未必是你当时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选项。但如果你能转换一下理财的思维，换一个角度用每次使用成本这个概念来思考的话，最终得出的结果往往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会颠覆你的消费观。假设一个杯子，你花了30块钱买回来，因为你特别喜欢，你每天都用，总共用了300次。那么每次喝水时，这个杯子分摊到你头上的成本其实只有1毛钱。相反，如果你在路边随便买了一个只要10块钱的杯子，但因为不喜欢或者质量太差，用了几次就坏掉，或者被你扔进柜子里落灰，真正从长期算下来，那个10块钱的杯子反而让你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如果你能把目光放长远，从长远的生活轨迹来看，就算某样物品的价格在当下高出同类产品几倍，只要它是你真正发自内心喜欢，又具备足够耐用品质的物品，它在时间的魔法下其实往往是更划算、更具性价比的选择。当你开始贯彻这个原则，让你生活中的东西慢慢减少，大浪淘沙般的只留下那些你真正喜欢，也在日常生活中真的会去频繁使用的物品时，你会发现你的物理空间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和通透，而你的日常生活也会因为省去了大量在将就的物品中做选择的环节而变得轻松许多。你可能会想，这跟财富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研究，一个人每天要做的决定大约有35000个，从穿什么衣服到吃什么早餐，每多一个多余的选择，你的决策疲劳就会加重1分。而决策疲劳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在真正重要的财务决策上，你会变得冲动、短视，容易犯错。所以当你用最爱原则砍掉了那些你根本不爱的东西之后，你实际是在给自己的财务大脑减负。那么我们继续。第4个法则叫做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大小不同，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所以这个原则的具体标准你是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去灵活调整的。但它的内核概念其实非常简单粗暴，那就是替你生活中的每一类物品强行设定一个物理上的明确的容量上限。例如，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你可以规定书房里的某一层层架专门就是用来放你的相机和镜头的，那么所有跟相机相关的设备就只能且必须放在这一层特定的层架里。只要你发现物理空间已经被塞满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信号。
它代表着你拥有的这类物品数量其实已经足够应付你的爱好需求了。在这个架子清空出位置之前，你就不应该再购买任何新的相关物品。同样的限制做法，你也可以无缝应用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例如家里的马克杯、厨房的餐具，或是衣柜里的衣物。你可以替你的牛仔裤设定某一个抽屉作为存放的上限，只要这个抽屉被装满，连拉开都觉得费劲了，这就代表着裤子的数量其实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你日常替换的需求。当你在生活中开始觉得东西放不下，开始迫切的需要买一个更大的衣柜，想要换一个带更大衣帽间的房子，甚至不得不在书桌旁多腾出第二个用来塞杂物的抽屉时，很多时候这种空间上的匮乏感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房子真的太小了，它是在通过环境向你发出强烈的提醒，你拥有的物品可能已经严重超出你真实生活的合理范围了。这时候请你务必把它当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危险讯号，它在提醒你，是时候回头去重新检视一下你现有的这些东西了。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定期去把塞满的杂物抽屉彻底清空，把里面东西全都倒出来，重新在阳光下整理一次。或许你可以规定自己每半年做一次这样的深度检查，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其实早就不需要、一直没有用过，只是因为自己一直懒得处理，觉得扔了可惜而堆在里面的物品慢慢清理掉。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多少会让你感到有一点麻烦，甚至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不舍与拉扯。但是请相信，只要你长期把这个动作坚持下来，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生活空间就像是做了一次深呼吸，而你日常做事的节奏其实都会跟着变得轻盈和轻松许多。这里我要插一个有些反常识的见解，很多人觉得清理物品会让人产生损失感，因为当初花钱买了，现在扔了就等于亏了。但真相恰恰相反，你留着不用的东西，每一秒都在产生新的持有成本，这个成本包括租金、打扫的时间、寻找时要花费的精力，还有一个非常隐形的情绪折旧。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禀赋效应，就是说人们会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赋予过高的价值。但在我们讨论的语境里，这个效应其实是陷阱。你以为一个闲置的跑步机价值2000块，所以不舍得扔，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在过去2年里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健康价值，反倒占用了你2平米的居住面积。按照现在的房价，那2平米可能价值5万块。你看，你留着它，反而在亏更大的钱。所以，清理不是失去，而是停止为不用的东西持续付费。好，第5个法则来了，它叫行李箱原则。当我们在面临搬家或者平时面对一堆杂物不知道该从何整理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在脑海里问自己一个极其极致的问题：如果今天家里发生了突发状况，或者我要马上背着一个背包出门去远行，我真正会带在身边少一样都不行的东西会有哪些？当你用这个极其苛刻的生存标准去重新审视你目光所及的所有物品时，很多人往往会在一瞬间犹如醍醐灌顶，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身边有那么多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必要的东西。你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具体的情境。如果今天你准备跨国搬家，或者即将出发去进行一场为期1年的长途旅行，而且规则限制你只能带走10件、20件，甚至最多30件物品，你会怎么去挑选？当你在脑海里真的艰难地做出了这些选择之后，再睁开眼睛，回头看看房间里剩下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东西，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在心里反问自己一个问题：既然他们连跟我走的资格都没有，我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还要花钱把他们买回来并留下他们呢？很多时候，当你深究下去，留下他们的答案其实逃不出4个字：以防万一。比如保留那些小了1号的衣服，是以防我哪天体重改变瘦下来；保留那些奇奇怪怪的工具，是以防某一天突然会需要修理某个特定的东西；保留那些花哨但不常穿的礼服，是以防未来某个特殊场合刚好派得上用场。这些理由在当下听起来似乎都显得无比的合理，甚至带着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你家里的物品才会在暗中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于是，人就在这种以防万一的潜意识恐慌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大量其实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都几乎不会再拿出来使用的东西，安安稳稳地留在了自己宝贵的生存空间里。行李箱原则在我们思维深处真正想做的，其实就是帮我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精准地找出那些在生活中真正不可或缺、真正被你强烈需要，而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恐惧而想要的少数内核物品。当这部分最内核的东西被你清晰地找出来之后，它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全新的准入门槛和标准。从今以后，每当你逛街或者在网上看到某样心动的物品时，你可以非常简单地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城市去别的地方生活，我会愿意费力气带走它吗？
很多人在现实中其实都有过类似的美妙体验。当我们要出门去旅行，行李箱里只带着少数几样经过精挑细选的必需品时，我们在旅途中的生活反而会变得特别轻松自在。你会发现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真正喜欢，也真正会高频使用的。你根本不需要再为每天面对一堆不知该如何挑选的杂物而分心和焦虑。那种简单清爽，对事物有绝对掌控感的感觉，其实绝不应该只存在于短暂的旅行里。只要你有意识的筛选，你的日常生活其实也完全可以慢慢接近，甚至长久地保持在那样理想的状态。顺着清理的话题，接着还有一个逻辑极其简单，但其实在帮你下决定时非常有用的规则，我们可以叫它第6个法则——遗忘原则。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打开那个很久没动过的衣柜，或者翻开床底下的收纳箱，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句很惊讶的话：天哪，原来我还有这件衣服。甚至有些小物件是你为了找别的东西在翻箱倒柜整理抽屉时才突然发现的，你会惊呼，原来它一直还躲在这里。当你对某样物品产生这种完全遗忘的惊讶反应时，其实这往往就是潜意识在给你发送一个非常清楚的讯号，这件东西也许已经到了该被彻底处理掉的时候了。这个逻辑是不容辩驳的，因为如果一样东西已经在你的大脑里长时间没有被想起过，在现实中也几乎没有被你拿出来使用过，那这很大概率就代表着它早就已经不再属于你现在这个阶段的生活轨迹了。你的生活少了它依然运转得非常完美，与其让它继续躺在你家黑暗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地占据着你花高价买来或租来的空间，真的不如干脆一点，把它送给或者低价转给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让这件物品在别人的手里重新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我在研究这个法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曾让一群志愿者记录自己房间里所有物品，然后2周后让他们回忆自己到底拥有哪些东西。结果发现人们能准确回忆出来的物品不到总数的 30%， 而那些被遗忘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容易被卖掉或者清理掉的。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大脑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只愿意记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家里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东西实际上已经脑死亡了，它们在心理上已经不存在了，却还赖在你的物理空间里。所以遗忘原则本质上就是给你的物品做一次脑电图，那些已经没有脑电波反应的，请让他们体面地离开。在讨论了如何清理已有的物品之后，还有一个极其清醒且实际的方法，可以从源头上帮助很多人减少那种令人懊悔的冲动消费，这就是第7个法则——时间换算原则。如果你发现自己常常因为一时的情绪上头，或者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蛊惑而冲动买东西，结果导致家里慢慢堆满了其实根本用不到的闲置物品，而且你也意识到这往往就是你家里杂乱无章的真正来源，那么在下一次你想掏出钱包之前，你就可以试着在脑海里重新计算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真实的、实际的时间价值。我们来举个非常简单也十分现实的例子。假设你现在每个月账面上的收入是2万块钱，但你在这个城市里生存，其中房租这一项就要硬生生扣掉1万块。表面上看起来你用这2万块钱除以你工作的小时数，你的时薪大约是200块。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决定要花钱买个包，你可以先把这200块的时薪在心里打个对折，甚至更多。原因其实极其简单，你手里那真正可以由你自由支配去买包的那200块，往往需要你先在公司里辛辛苦苦赚到400块它才会出现，因为你赚到的那一半钱在你收到工资的瞬间甚至之前就已经被房租、水电煤气等这些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固定开销给强行占走了。有了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当你在商场里轻松花掉那所谓自由的200块时，你在本质上其实等于是在用你在公司里受委屈、加班、耗费心血的2个小时的生命时间去跟商家交换。对很多背负着更多压力的成年人来说，如果你每个月必须支付的所有账单都算进去，这个交换的数字甚至可能变成4个小时，因为你收入里的绝大部分其实早就被电话费、高昂的房贷、不得不还的车贷以及各种保险等必要且无法逃避的支出给牢牢占据了。当你在脑海中完成这样清醒而真实的重新换算之后，你就很难再用那种轻松的语气对自己说，哎呀，没关系，大不了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把这花掉的200块赚回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财务现实其实根本不是像你想的那样运作的。很多时候，你为了得到那笔真正可以由你自由支配去满足欲望的钱，你可能需要付出2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工作时间，去忍受枯燥与疲惫。所以在每一次你准备扫码付款的消费之前，你可以先停顿5秒钟，看着那件商品，在心里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愿不愿意用我生命中确确实实的这一段漫长的时间，用我这无法重来的一小部分宝贵人生，去交换眼前这件甚至不是必需品的东西，
有时候经过深思熟虑，你的答案会是肯定的，因为那可能是你真正热爱，也会长期去高频使用的优质物品。如果把它的价格平摊到未来的日子里，平均下来它每次给你带来愉悦的使用成本其实很低。但在更多冲动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原本看似强烈的购买欲望，在生命时间的衡量下，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付出。当你真正意识到今天晚上为了面子吃的一顿昂贵晚餐，喝的几杯并不好喝的酒，再加上回家路上在橱窗里随手买下的一件可能只会穿一次的衣服，它们加在一起可能需要你强忍着睡意多工作整整一天甚至更久的生命去填补时，你的很多消费决定在这一瞬间自然就会变得极度的理性。这个时间换算方法最大的作用和力量，其实就是用生命流逝的实在感，让人在把钱交出去之前保持绝对的清醒，从而有效避免在未来做出那些看到账单后才后悔莫及的选择。关于时间与金钱的关系，我想讲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故事。18世纪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年轻时做印刷工，每小时只能赚几个便士。他有一个著名的习惯，每次想买东西之前，他会先计算这件物品需要他工作多少个小时，如果计算出来的时间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他就坚决不买。后来他成了百万富翁，但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有一次有人看见他拒绝了一个非常精美但昂贵的瓷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盘子需要我工作3天，我觉得我的3天生命比一个盘子更值钱。富兰克林后来在《穷查理年鉴》里写下了一句至今仍被引用的话，时间就是金钱。但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说时间等于金钱，而是说当你花掉一笔钱的时候，你花掉的是你再也回不来的那段时间。所以下次你在想冲动消费的时候，请把自己想象成富兰克林，问问自己，我愿不愿意用我生命中的 X 天或 X 小时去换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8个法则，是一个在整理心理学上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概念，我们可以叫它过去式原则。你在大扫除时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东西之所以能在你家里一直安然无恙地被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现在还有用，其实仅仅只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你过去某段时光的某些情感，或者你在它们身上曾经投入过数量不小的金钱和时间。打个比方，在你人生的某段时间里，你突然对摄影、潜水或者滑雪非常热衷，那是一个你当时十分痴迷的兴趣。为了这个爱好，你毫不犹豫地买了不少昂贵的专业装备，但现实情况是你实际上可能只去玩过寥寥几次。如今由于工作变动或兴趣转移，你早就不再接触这些活动了。然而，当你看着角落里的这些落灰的装备时，却因为想到当初自己为了买它们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心里一直觉得舍不得，总是找借口拖延着不去处理。但请你理解，当初买下那些装备的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那时候的热情是真实的，它曾经照亮过你的一段时光，但现在留下它们的不是那份热情，而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心理现象，心理学称之为沉没成本效应。我们倾向于为已经投入的钱和情感继续投入更多的空间与精力，这不是软弱，这是大脑为了避免承认损失而设的自我保护机制，只是保护有时也会变成束缚。所以与其说我当初不该买，不如试着对自己说，那段经历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我允许它离开。如果你能跳出局限，用一种温和而清醒的视角去审视你当时买东西花掉的那些钱，在过去付款的那一刻就已经花掉了，那是沉没成本。你投入去研究这些爱好的那些时间，也早就随着岁月的流逝过去了。如果你在今天仅仅只是因为心里那种当时买的很贵的不甘心，或者万一以后我还想玩的担心，而继续把它们保留在家里，这在本质上就等于让你过去的一个决定继续占据着你现在极其宝贵的生存空间。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属于过去的残留物不仅是在物理上占着你实际的居住空间，它们更会在你的心里日复一日地留下某种隐形的精神负担。每当你看到它们，你体会到的可能不再是当初买下时的快乐，而是没能坚持下去的罪恶感，对浪费金钱的懊悔，或者脑子里不断冒出那种总有一天我应该还会再用到它的自我欺骗的想法。与其让这些过去的东西一直堆在阴暗的角落里持续吸走你的能量，真的不如干脆利落地把它们清理掉，替你现在的生活腾出更多呼吸的空间。就算这些曾经昂贵的装备最后挂在二手网站上只能卖回极少的金额，那也比长期让它们堆积在那里贬值发霉更有实际意义。每一件物品都是你生命某一章的见证者，它们曾经很重要，只是现在你的故事可能已经翻到了新的页面。我们可以温和地问自己一句，这件东西是还在参与我现在的生活，还是仅仅在提醒我曾经是谁？两者都没有错，但只有前者能继续陪你轻盈地往前走。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有过类似的情感体验，某段时间对某个人或某个嗜好非常投入，为此买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热爱，但几年之后回头看，那些承载热爱的装备却一直悲凉地躺在角落里积灰。对于这种改变，你心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觉得羞愧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不断成长和变化的，我们的兴趣本来就会随着见识的增长而改变，生活的重心也会随着年龄和责任慢慢转移。在整理物品时，真正重要的内核理念是让身边的物品始终与你现在的真实生活状态保持同频一致。真正能够陪你继续走下去的，应该是那些完全适合你当下生活节奏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试图留住过去模样的痕迹。最后第9个法则，也是直接决定你生活底色和安全感的事情，它跟金钱的借贷有着深刻的关联。我要说的是，如果某样东西，不管是让你觉得很有面子的车子，让你看起来很光鲜的昂贵衣服，还是同事们都在谈论的一趟看似放松的度假旅行，只要它是你现在的经济实力所负担不起的，那就请你先停下来，温柔但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声暂时不需要。为什么这么绝对？因为负债，尤其是那些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消费欲而产生的带着高利率的消费性债务，它在暗中给你生活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往往远远超过了你在借钱那一刻的想象。如果我们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长期以来，金钱和债务问题一直都是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引发伴侣冲突最常见、最具破坏力的来源之一。债务这个沉重的伴侣，它不仅是在冷冰冰的数字上影响你的财务状况，它更会像慢性毒素一样全方位地侵蚀你的情绪状态与生活品质。当一个人的身上开始背负起沉重的债务时，他每天睁开眼感受到的压力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他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对生活说不。所以，对很多陷入过泥潭的人来说，拼尽全力去摆脱债务本身就已经是他们在当下人生阶段最重要的财务目标，没有之一。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就会明白，如果某一样昂贵的物品或体验只能在当下给你带来几分钟的兴奋、几小时的快乐，甚至几天的短暂愉悦，但为了这份短暂，你却需要为此在未来背负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的还款债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夜焦虑，那么用你的自由去换取物品的这种交换，其实是一种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成本极高的选择。在我们追求清爽生活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真正需要你下决心去清理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堆在家里角落的杂物，更是你信用卡账单上那些并不真正服务于你幸福的消费债务。同时，它也包括那些对你个人成长和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却需要你用拼命加班、透支健康去换来的所谓好东西。当一个人长期在财务上为了过去的冲动消费而被迫承受当下的还款压力时，他的生活轨迹就很容易被债务这条无形的锁链牵制，失去对未来的选择权。正如那句古老而真实的提醒，欠债的人往往会无可奈何地受制于他的债主。这里的债主不仅是银行，更是你被物欲绑架的人生。所以，与其让你本该充满可能的生活被这些沉重的财务负担死死绑住，不如在下一次做出任何一个可能会掏空钱包的消费决定之前，先深呼吸，让自己停一下，在脑海里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聊过的这些原则，温柔而坚定地避免用你其实还没有真正拥有的钱去购买那些为了满足短暂情绪，但自己目前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当你在整理生活时，一旦发现身边现有的某些物理上或债务上的负担已经不再是生活所必须的时候，你也要有足够的觉察和勇气，愿意果断地对他们放手，把属于你自己的能量收回来。好了，希望今天这些关于清理物品、审视消费的深度思考，能给此刻或许正被杂物和账单困扰的你带来一点点拨云见日的清晰感。这就是今天想和你倾心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在屏幕这边讲的这些感悟确确实实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认知有那么一点点实质性的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期内容顺手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被物欲裹挟的朋友们。也许你的这次分享就是他们开启轻松生活的一个契机。最后，别忘了去评论区留下你今天准备告别的第一件物品。它可能是一件穿了3年但从来不舒服的外套，可能是一个买来只用过1次的厨房小电器，也可能是一笔你下定决心要在下个月还清的小额债务。把你想放手的东西写在评论里，我去给你点赞。我们大家一起互相见证，从告别一件多余的物品开始，重新拿回你对生活、对财富的掌控权。期待我们在下一次的探讨里继续聊聊如何活得更加清醒和自由。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